今天这集是我研究300年股市历史，第一次公开完整100年时间结构。1720年，一次全球通膨高峰；1825年悄然一次循环；1929年周期重演，间隔恰巧是104年8个月。如果这个规律仍在运行，下一个关键高峰将落在2034年4月。理解股市不能只看单一国家，台湾是全球半导体的核心节点，是辉达、台积电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镜像。今天我将以台股与300年历史图表为基础，拆解华载100年超级周期。当你理解这个100年结构，你将知道历史是否正走向下一次1929年的大萧条。若要判断2034年是否成为下一个历史高点，我们必须先回溯其时间结构，将其扣除已验证的周期规律。17年、10年与7年循环，可以推导出2017、2024与2027三个关键节点。这3个时间点恰好对应华载周期中大 C 波的高位转折。当短周期与100年结构开始共振，这样的历史节点绝不可轻忽。目前市场正运行在原规划的大 A 波上升段末端，在趋势结束之前，资金往往会由核心权值股扩散至金融与传产族群，形成补涨与轮动，并在百花齐放之中逐步构筑高位转折结构。这样的节奏早在2025年10月首次公开华载周期图时便已纳入整体规划。若时间推演持续成立，4月之后市场将进入大 B 波修正阶段。由于本轮上升幅度急速且集中，台积电权重占大盘 45%， 市场结构出现放大形态，因此原先推估的大 C 波高点由4万点上修至5万点。若错过本轮大 A 波的上升段，并不代表机会终止。根据周期推演，市场的高位转折并非终点，而是下一轮结构的起点。依时间节奏推估，下一轮大 A 波的高位区间，未来人已在第26集提示在2030年初，而在此之前，市场仍将经历新的循环展开。对于不愿等待下一轮大 A 波完整展开的人而言，模型之中亦存在一段对应大 C 波的结构性上升区间。依多重周期交叉推导，该时间窗口预计落在2026年底至2027年中之间。这并非情绪性的推测，而是时间框架、循环节奏与历史数据相互验证后所形成的推演结果。当你理解市场并非随机震荡，而是沿着节奏与循环演进，你所看见的将不再只是波动，而是时间的位置。当前，我们必须高度专注于大 A 波的高点转折。回顾历史，2002年、2006年与2010年皆是大 A 波的高位转折。此结构不仅与4年周期循环高度吻合，更与10年倍数循环中的20年长周期相互叠加。这位会员平常管理的是基金，他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：真正的问题不是看不看空，而是制度怎么样不被拖下水。这句话其实就是专业操盘的核心。散户每天在猜涨跌，但职业操盘人在想的是，如果大 A 波已经到顶，接下来的大 B 波下跌，我的净值会跌多少？我如何把贝塔压低？如何用结构去活下来？真正厉害的操盘人不是预测对多少次，而是每一次大浪来的时候，他都还站着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，当2027到2028大空头来临，重点不是赚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撑过去。在多重周期与华载周期大 A 波的强烈共振下，市场即将迎来一波急杀 15% 的黑天鹅行情。需注意，此次黑天鹅并非跌停式的崩盘，而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修正。这 15% 的下杀并不是灾难，而是为了大 C 波喷发前最好的上车机会。当你看到华载周期图中的各种投资机会，你已比大多数人更有投资眼光。此时只要你的内心清净，当你的心越静，就越赢。凡人心浮气躁，往往源于匮乏。高手定力搏斗，方能晋级生慧。人与人的本质不在于金钱的多寡，而在于能量等级的较量。把心静下来，你想要的都会随定力而来。当大众在 15% 的下杀中恐慌时，你的静源自于你已经看见了2034年的100年结构。这就是定力，也是赢家与散户的分水岭。当你看见黑天鹅的规律，你将不再彷徨，因为每一次崩溃都是另一次重生致富的契机。掌握了华载周期图，你将不再害怕错过任何一波行情。这波未及参与，下一轮周期必将如约而至。在人生迷茫之时，你会在华载周期图中看到充满希望的未来。因为当你越近，你的能量等级就越高。这种不急不躁、
专注于300年总经研究的精神，正是静能生慧的最高体现。这份定力本身就比金钱更有力量。人生中真正能彻底扭转命运的契机，究竟有几次？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辛勤耕耘，背负房贷，却始终在迷雾中摸索，难逃被市场收割的轮回。当你站在300年的时间长河之中，市场的涨跌便不再只是情绪波动。1720、1825、1929，时间从未随机。若104年8个月的节奏仍在运行，2034年将是一个必须审视的历史节点。而我们此刻所处的位置，正是通往那个节点的中断结构。理解位置，远比预测涨跌更重要。当短周期与100年周期开始共振，你所面对的不只是行情，而是历史的再度排列。若你能看见这样的时间结构，那份洞察将成为你留给未来最稳定的资产。下一集，我将拆解2026到2027年的大肆一波时间窗口。